每一年光卖石油就是80亿美元，靠这个外汇，你知道，我断掉你石油，统统给你扣住，不然你不要外销，然后让这个马杜罗面对更大的经济的压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如果都没有办法内部推翻，没有办法逼马杜罗下台，那可能美国会动手。美国对动手的可能不会，我认为不会大动干戈，斩首就可以了。美国有这个能力，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那这是下之策，毕竟动武了。川普已经下令要炸委内瑞拉了，现在说法呢是 CIA 是幕后的黑手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同步现在卡位在拉美国家，美国后院全面起火。赶快来看到川普在12月29号最新证实的，他说呢，美军呢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已经摧毁了一座大型的设施，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做运毒的动作，在他们把毒品装载到船上的码头区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他说他很清楚是谁做的，但是呢，他不想要多说是谁。好 ，CNN 怎么说？他认为这可能是 CIA 对于委内瑞拉一处港口设施发动用无人机所做的一场空袭行动。这个是美国接下来要陆上作战针对委内瑞拉的一个前兆吗？这一系列的动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早就已经重兵部署在委内瑞拉的附近了，包括有这个福特号航母，还有 F-35等等，到底何时可能真的会动手？川普的进攻计划又是什么？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因为美国是极限施压，直线施压逼马杜罗下台，这是不流血，你就自己卷铺盖，想办法找个地方就交差了事了。这个如果极限施压没有逼马杜罗下台，那他现在就希望美国是希望经过极限施压，他内部推翻。那内部推翻呢？那有没有这个内应够不够，力道够不够？马杜罗会不会因为被推翻，或者造成流血事件，就马杜罗就除掉了？因为马杜罗是反美政权，美国希望有个亲美政权，所以也断了马杜罗的这个我们讲的金源，这个金钱呢，他这个每一年光卖石油就是80亿美元，他靠这个外汇，你知道，我断掉你石油，统统给你扣住，不然你不要外销，然后让这个马杜罗面对更大的经济的压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是这个样啊。如果都没有办法内部推翻，没有办法逼马杜罗下台，那可能美国会动手。美国对动手的可能不会，我认为不会大动干戈，斩首就可以了。美国有这个能力，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那这是下之策，毕竟动武了，毕竟这个流血了，而且只要是动武就会有风险，因为美国只要动武，美国一定会损兵折将，不可能美国海豹队一个完事而归，一个人都没有损失，不可能的嘛，双方都会有交战，一定会有损失，只是人数的多寡而已啊。那川普是不是要面对美国内部的压力，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所以美国现在的直接这个3步走。这3步走会走到目前的状况，我认为还停留在第1步到第2步之间，还没有到第3步。那现在一直在直线施压，对他的炼毒厂炸，他感觉为什么不对军队炸呢？就炼毒厂啊，他没有对炸军事目标啊。那逼这个极限施压，看他的内应够不够。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啊，因为马杜罗掌控了委内瑞拉的政权3年了，对，3年的话，各种的布局、布阵、布势都差不多了，所以他是牢控住的。所以真正要这个不流血，让马杜罗下台，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所以都拖了4个多月，还有这个状况吗？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状况，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还有多少的要愿意付多大的风险跟多少的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美国可不可以达成这个任务，就会达成他的这个目标？我认为目标不是问题，是要付出多大的风险跟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问题。好，现阶段为主，这个美国还是持续的做极限的施压。那针对于这一场行动，也有在解读说，到底是 CIA 做的，还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所做的？那今天川普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因为他说是弃毒行动嘛，还是有没有侵犯主权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又怎么看？如果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美国对委内瑞拉要什么？2个，要石油，制造石油的控制权；第2个，要它的中南美洲的后门当中，它要能够把握。真正的核心是这些东西啦，就 CIA 弃毒，这些都是门面的部分说法。但如果刚刚将军所提到的，但已经4个多月了，以美国这么强大的军力，航空母舰都到那里，还不止1艘，那到底他忌讳什么？
为什么不打？都大家在看的。我自己认为是主要2个，第一个就是前面刚刚讲，其实美国在衡量这个代价当中来讲，其实还是有所犹豫。对，因为最重要犹豫什么？如果美国是我把你攻打下来的部分就变成我的领土，那也倒罢了。美国就是一个讨厌治理的人，他只要好处，他只要把我不要人换到我要的人。可是你现在熊熊的把现在委内瑞拉的部分整个领导班子拿掉之后，可能人家一乱了，他其实石油也不见得拿得到。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他那个东西很难搞，第二个部分还是来在于背后中国的力量跟俄罗斯的力量，军事同盟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里头的很多石油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投资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到现在对委内瑞拉并没有发布撤侨计划，就比方说这个情势，中国还是看在眼底。各位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当中有个潜在的这个国际的部分的拔河或国际的这个部分拉扯。我举个例子，巴拿马运河，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说拿回来要出兵等等，到现在呢？巴拿马也说我会配合美国，1年了下去了，李嘉诚的党还没卖掉啊。然后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中国大陆还是紧紧的控制，不轻易的撤退。也就是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自己长久以来布局，不会因为美国的威吓就有所影响。而这个当中的人事实地物的变撒在里头，究竟有多么浓密？其实美国当然会知道。我认为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没有轻易动手。背后还是有中俄跟美国之间的大国在台面下我们见不到的，包括这些利益方面的拉扯的力量。对，确实哦，在这一场的行动当中，美国忌讳的为什么不打的，还有这个中俄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他们跟委内瑞拉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关系。我们看到，尤其呢，现在中国大陆它也是长期的买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现在有一个最新数据，来自于德国之声的分析，他说目前委内瑞拉仅占大陆石油4%，但是呢，确实还在持续的数字上升当中。12月每日进口大约是6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那你说这数字没有很高，为什么大陆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因为有3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就是强化大陆的能源自主，也就是不会再被西方持续的制裁卡脖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美国的后院持续的卡位。那同一时间，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国家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学者这样分析，委内瑞拉危机是自古巴危机以来，美国首次被迫在拉美事务当中直接跟俄罗斯来做协商，所以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反而替大陆制造了独占委内瑞拉石油的一个机会吗？委内瑞拉是否成为这个普丁手中的活棋？因为它可以趁此来包括分散美国的战略重心，来制衡川普。怎么解读，干哥？没有，我跟你讲，螳螂捕蝉嘛，什么东西在后？很简单，今天我跟你讲，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制裁，对不对？但是美国还是认为说，在外交上面是不是要跟俄罗斯谈一下？那你就会觉得说，美国第一次要，也不说低头啦，第一次要说，老哥，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你在扶持的，为什么？2013年老总统查韦斯去世之后，有一个瓜伊多，美国支持的，在国会大选临时大选中得胜了，美国要支持他的胜，可是后来马杜罗强势介入，马杜罗老实讲，那个时候马杜罗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美国人就很讨厌他了，不是川普讨厌他而已。所以川普是这个多年的仗做一次报，但是川普想得更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讲螳螂可能是美国捕蝉捕蝉是委内瑞拉，黄雀后面是一个什么俄罗斯，再后面一个是中国，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讲了很多次了。委内瑞拉石油蕴藏量是多少桶？大家知道吧？3000亿桶是人类目前可知最大的油田蕴藏区。你把北海布伦特拿来比都可以，你把南极还不知道拿来比都可以。目前已知道的最大石油蕴藏是在南美的委内瑞拉，3000亿桶。中国当然要赶快，现在我跟你讲，中国现在赶快把什么那个通信还有那个通讯器材、家电器材都卖给委内瑞拉。所以其实中国在委内瑞拉是很近的，他都没有讲一句话，慢慢在插旗。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今天如果说你委内瑞拉，它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的眼中钉，对不对？重要的是在委内瑞拉跟圭亚那的这2个国土的交界边缘发现了新的油藏。我跟你讲，这个油藏一定要美国来控制，不可能再让委内瑞拉你自己控制。所以他现在对于马杜罗的态度非常强硬。我跟你讲，没得讲，你只有下台。你不下台的话，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只有打死毒枭而已，我连油轮都
都会拦下来。为什么？油轮拦下来就是你的经济命脉，因为你的石油公司在我们美国运作已经被我冻结资产了，现在我直接拦油轮，所以这个你说它没有中情局的角色在里面，我是怎么样都不相信。快要70年前，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那个失败的行动——猪猡湾入侵事件，谁主导？就中情局主导的啊！中情局训练古巴人怎么样去打你们的卡斯楚，结果一败涂地。在加勒比海这个的火药味冲天哦，是不是川普接下来要对委内瑞拉来正式开战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一起关心，包括了南方之矛哦，已经瞄准了马杜洛，那么美军的航母也正式的压境了。另外一方面，委内瑞拉则是急着找中俄来救援，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美国跟委内瑞拉现在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开战的边缘呢？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川普他这样说，他说呢已经听取了对于美国内部的情势，并且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选项的一个简报。他还跟记者说，我大概做好了决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要正式的对委内瑞拉来开战了吗？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同样来自于白宫内部的幕僚已经做了一个评估哦。他们针对了这个美国的总统马杜洛下台后，已经有所安排了，一共是给他2个选项。第一个，他说呢会给马杜洛一个安全通道，之后呢，如果拿下了委内瑞拉之后，会把马杜洛给流放到几个国家做选项：土耳其、俄罗斯、亚塞拜然或者是古巴等等的国家。第2个选项干脆呢，就是以毒品罪把这个马杜洛干脆就直接给他逮捕起来。美国智库也说呢，川普他们认为他的动武几率高达超过50%。CNN 甚至说，现在呢，川普已经在考虑在地面战方面也会来做盘算了。这个开战的几率到底有多高？委员怎么看？我认为开战好像是板上钉钉了。4个原因：第一个，毒品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第2个，移民啊是新仇旧恨，因为刚开始他不接受委内瑞拉移民回来；第3个，石油，因为委内瑞拉有全世界蕴藏量最大石油，而且它有个很大的买家叫中国，那这个就是更是仇上加仇。第4个叫做向左转，什么叫向左转？马杜罗存在的话，向左转；哥伦比亚向左转，巴西向左转，都在拉丁美洲所谓向左转，就是挑战美国的帝国主义权威。所以他要把这个向左转的气氛给打下去。这是川普4个原因中里面全部绑在一起。那他现在这么大阵仗，如果他不开打，鼻子摸一摸撤回去，你说他的政治后果是什么？对。所以啊，他宁可打小仗或打大仗，这样也做一个区隔而已。那开战可能是势在必行了。那开战的一个战略跟战术的目标是什么？战略就是瓦解马杜罗政权，然后战术上当然要先扶持其他党派来成为委内瑞拉的新政权。那这个没有动武，大概都达不到。对。这个还没办法了。这个就像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权一样，吃这个痛，吃那个痛。所以他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所以才需要一开始是要部署这么庞大的军力，否则他那边干嘛？摆摊呐？当然不是嘛。好，一方面这个开战，我们看到是不是正式的进入倒数计时？有这个马杜洛在政治上面，有这个川普在政治上面的这个军事上面的霸权考量，另一方面还有石油等等的利益。所以呢，赶快来看到美国的最新在军事上面的动作。我们等一下会请小舰长来带我们看哦，包括了说这个赫格塞斯最新说，他们已经要准备启动的是南方之矛的行动，集结大批的军力哦。这个行动被视为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南方战区的军力汇集行动了。好，包括出现了哪一些的武器呢？美军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还有各类型的战舰10多艘，核动力攻击潜舰，1.5万名的士兵跟10架F-35，这个行动他说就要马上准备展开了。马杜洛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找上了俄罗斯，找上了中国大陆来做帮忙。赶快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确定已经运送给委内瑞拉的，包括了它的防空飞弹2款，铠甲 S1跟它的山毛榉等等哦，强化委内瑞拉它的防空的一个战力。另一方面，大陆则是支持，不管是在反舰导弹，或者是能够侦测美军隐形战机的雷达，以及这种
不同系列的陆军的一个战车等等，美军对他来说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威胁了。所以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军这一次出动的航母，再加上刚刚提到的核潜舰，会不会是小题大做呢？委内瑞拉这一次有了中俄的支持，战力是否不可小觑？小舰长怎么看？其实美军什么时候开始动员的？美军从7月开始动员的，那也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题目从7月开始。可是我们回头想一想啊，美国对付委内瑞拉从7月到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他还在不断的增援。他为什么不断增援呢？其实他在项庄舞剑啊。可是那个配攻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他其实也就是把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动员的南方司令部呢，全部整顿一次。由谁来整顿？由赫格塞斯。还记得吗？赫格塞斯讲战士精神。那大家觉得你没有威望嘛？你又不是我们军方出来的，而且你之前你也不过就是个主播嘛，对不对？那对不起，那个现在他就是要来建立威望。我们来看到，如果按照最新的统计啊，这个也就是在加勒比海所有的那个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到的15000人，就是这些部队整个集结起来。而且呢，美国果然是一个非常会做认知作战的一个国家。它已经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福特号，它已经进入南方司令部的时候呢，他立刻拍了这么一张，这个他们叫做摄影演练啊 ，photo exercise， 也就是他拍了美国国旗，他拍了 B-52的编队，然后拍了他的整个的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告诉马杜罗我们来了，你要害怕了。其实呢，他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要为了要建立这一个那个赫格塞斯他的一个威望之外，他当然还有别的配攻啊。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是有关于拉丁美洲“一带一路”的参与的国家。那这些呢，它主要的也就是应对这个委内瑞拉，但是他要告诉其他的国家，你再继续听中国的话，下场也是差不多的。不过呢，其实我们上一个礼拜拿出的这张图呢，我琢磨了很久啊，也就是他发布的这一个有关于对空的一个禁制区的时候，我们仔细看啊，上一个礼拜我们特别强调，他发布到明年2026年的3月31号，他发布为什么发布那么久？如果作战你应该发布的很快啊，对不对？不要拖那么久啊，因为他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其实也是在做演练而已，他并没有想说我真的要打。那而且呢，我们看到啊，这一个有关于其实这个对于美国是不利的，因为上面就是在委内瑞拉的本土太多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武器，现在正好你所有的精锐都来，我就来测试一下。其实之前委内瑞拉就已经用中国大陆的这一个 JY-27的这种雷达侦测到 F-22的隐形战机。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F-35，它的有关于雷达截面积的状况，那个也就是还没有 F-22好。那这个大家一直讲那个雷达，当然拿这个雷达给大家看一下嘛。这个雷达呢，其实之前那我们的观众一定会提到说，在那个2019年，它在叙利亚境内是有被以色列摧毁过。那也不是用的不是那个反辐射飞弹，因为它使用的是 VHF 频段。VHF 频段，你要用反辐射飞弹，你要创造跟它一样的一个波长，对不起，太长了，比你的飞弹的弹径还要长，所以不可能。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其实美国正在摧毁联合国。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去打了委内瑞拉，无论他说的多有理由，其实他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也就是禁止使用武力的部分。那他使用了武力，然后那他未来你要拿什么正当性去说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呢？因为你们都是干一样的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如果真的动手了，那他真是做下他任内最错的一个决定。是好，现在看到这个委内瑞拉或许
背后有非常多的靠山。刚刚看到，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所以呢，川普现在其实还没有确定动手。但是我们来看到，大家也在看说，川普一直说嘛，我动手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打击毒品。大家解释，确实不是这样子。原因是说，如果你要打击毒品的话，你应该找其他国家吧，你应该要找这个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等的毒品来源国吧，怎么会找到委内瑞拉去呢？所以现在被解读就是为了要委内瑞拉的石油跟天然气，尤其它的最大买家是中国大陆，每天进口35万桶，占美国出口量将近40%哦。那委内瑞拉还有全球第1的石油储量，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看起来，大概美国挑马杜罗、挑委内瑞拉，大概不是真的为了毒品。我觉得也不是为了石油了，那是为了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很不听话，你在我的后院不断的挑战我，因为委内瑞拉不只是从马杜罗之前的查韦斯开始，就是美国最讨厌的一个南美洲的就是领导人跟国家。那如果讲到石油哈，其实除了你刚才数字之外，我也查到，2023年的时候，委内瑞拉出口的68%其实是往中国大陆。那今年2025年2月份的时候呢，委内瑞拉每天出口50万桶前往中国大陆，占委内瑞拉就是每天出口的55%，很多吗？占55%呀，看起来很多，但是我刚刚讲每天出口50万桶到中国大陆嘛，但中国大陆每天进口多少万桶？1100万桶每天。所以呢，实际上委内瑞拉，如果你看就是23年、24年，在整个就是整年中国大陆进口石油国家的排名的话，它排到25名、26名去了。排名第1的是俄罗斯，第2是沙特，第3是马来西亚，第4是伊拉克、阿曼、阿联酋等等之类的国家。委内瑞拉其实排在后面，每天虽然50万桶，但是呢，占整个2025年的2月份呢，中国进口的只有4.5%。所以并不是真正关键在这里。虽然它的储藏量据称应该还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每天的进口不是这里的重点。所以我觉得美国也不是为要断掉委内瑞拉出口到中国大陆这个石油，其实那没有什么伤害。那因此呢，它真正的目的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听话。可能是要去整顿你，可能也真的是要打你。那但是现在骑虎难下。因为你要达到2个目标，第一个你要让马杜罗下台，不管是把他抓起来，还是让他自己这个逃离；第二个，你不能让美军受创太深。那如果任何这2个目标都无法达成，那不就是美军的威望受损吗？不，川普 OK 啦，川普无所谓，但是美国的这个整个战略跟军事，你在你自己家后门，你摆的那么久的这个姿态，连航空母舰福特号都来了，结果呢？狐假虎威、虎头蛇尾的情况之下，结果呢没有什么用处。这个其实我觉得赫德塞斯跟川普他都会找理由下台，但是对美军的威望在别的地方呢，其实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因此呢，美国现在如何下台，已经变成一个骑虎难下之势了。美委战争，委内瑞拉这个战争是一触即发了，尤其现在美军签下了保密协议，据传要即刻入侵了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中俄是否联手美国来力挺呢？来针对美国，我们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加勒比海火药味失控蔓延，美国呢无视于国际的争议，持续的发动了是3波的空袭，一共是击沉了4艘船，酿成14人死亡的一场悲剧。其实我们一直从9月份就做了许多的报道从9月份到现在先做一个统计，美方已经击沉了14艘的船，至少造成57个人丧命。而这一件事情最吊诡的是，华府口中一直说这个是反毒行动，但是都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船上面是真的有毒品。外界质疑美国就是在做假旗作战，为接下来川普要入侵南美洲做好准备。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先来看到有一些迹象。美联社的报道 ，CIA 美方曾经试图要策反马杜
杜洛当时的专机首席飞官，他怎么要求这位飞官呢？说，你秘密的把你们总统把你们的总统马杜洛的座机转向吧，让美国呢可以直接当场逮捕马杜洛。这是第一件事情，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美军官员甚至被要求，路透社的报道，签署保密协议啊。指出呢，川普正在为入侵，接下来他不只是要入侵委内瑞拉，甚至还有哥伦比亚都已经预做好准备了。听到这些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怒斥哦，这是美国南方司令部策划的殖民侵略啊！美国已经逮捕了疑似和 CIA 有关的这些佣兵，而他们正在准备策动的就是这一场甲级的袭击。川普从各种动作来看，已经准备好要来作战，要来入侵南美洲国家，要动武了吗？这一场行动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扶植亲美的政权？委员怎么解读？当然啦，就对美国来说，他长期以来玩的把戏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那么以前要加这个罪，好歹还会加的比较高尚一点哦，就是跟普世价值有关啦，跟民主、自由、人权扯上关系。现在完全没有了，现在的这个借口都很 low 哦，low 到让人家觉得非常意外了，就拿毒品出来讲了。我刚才讲这个芬太尼已经讲过了，他要对付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是芬太尼，要对付中国大陆也是芬太尼，现在要对付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的时候呢，他就拿白粉、拿毒品来说事了。可是关键问题来了，我们大家想一想，委内瑞拉也好，哥伦比亚的人有每天都在吸白粉吗？如果你说他生产白粉好，理论上来说他也应该要吸白粉吧。所以照你美国这种说法，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大陆理论上都在吸毒啊。可是为什么人家没吸，只有你吸呢？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吧？就你的人民不争气，跑去吸毒了，你不好好去研究一下，说我要怎么样去协助大家摆脱毒品，我要怎么样在国内严打贩毒。就你现在不是，你是回过头来说，所有我周遭跟这个扯上边的、没扯上边的，我通通都把你一网扫进去了。反正呢，我欲加之罪，你能怎样呢？所以对中南美洲的国家也是如此啊。照川普这种搞法，那你下周就要入侵金三角了吧？那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都被你占了，好了，中南美洲可能没有制造毒品的地方了，那其他地方还有啊？你要打进地球上所有生产毒品的国家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简直是奇怪到极点，就自己不检讨自己不在国内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反而想尽各种办法用这个理由就把自己的手伸到全世界去了。好，那你说他要做这件事情干嘛呢？当然就是为了肃清他家后院的忠诚度啊。对美国来说，他已经早就对于中南美洲这些国家分崩离析，过去可能是对他完全效忠，现在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这个结盟的方式了。他早就已经心生不满了，所以他找尽各种理由来处理他们。从我们看到的巴西，对不对？巴西他就希望他的好朋友能够重新复辟，重新上来，所以呢，他用关税来打击他。对，委内瑞拉也是啊，他说要入侵委内瑞拉，说马杜洛因为运毒品。你有听过运毒品这个国家被打的吗？好歹去打那个生产毒品的国家，他运毒品到底犯了什么错呢？很多国家都运毒品的。那照你这种理由的话，你川普可以把全世界都打完了。但是他照样用这个理由啊，随便就把人家船击沉了。那船上到底有没有毒品？不知道。他说有就有，你能奈他如何？对，这些人都活该死了。所以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做的一个措施很简单啊，他所谓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同时，他也要把他自己家后院肃清干净。凡是不听他的话的，立场跟他不同的，可能跟他敌对的，通通扫光。各种理由都可以安上。在最后的理由就是用毒品了，反正现在毒品是最好用。川普把毒品当作普拿疼来用了啦，就他想打哪个国家，他想制裁哪个国家，他就拿毒品这2个字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原本接触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路线了，说美国以后不要再管世界上的事了，我管好我自己。这是他的支持者对他支持拥戴的原因哦。他现在如果把手伸到了哥伦比亚，伸到了委内瑞拉来，他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是，我要怎么跟我这些国内的支持者解释？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思明讲到所谓的假旗袭击啊？为什么要用假旗袭击？为什么要用这种 cover up， 就是这种秘密行动哦？为什么要来做这样的处理？其实他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正大光明的去出手，因为正大光明一旦出手，他就要马上对国内解释说，他原本走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路线，我至少门前雪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要重新反转了？
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的政治目的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的这一场战争是一触即发的。但是呢，我们等一下要来解读一下美国它有哪一些装备，但是美国它也不是吃素的、这一回它有了俄罗斯的帮忙，那有没有中国呢？这2个国家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先来看到，那美国它现在手上有哪一些战力哦？我们看到除了原本的6500名的官兵之外，还有包括了它已经出动了，它接下来会放的艾森豪号的航舰打击群之外，它的包括了轰炸机 B-1B 还有 F-15E 等等都会出动。另外，它还新增了包括有10000名的兵力，形成号称是史上最强的环尾包围网。刚刚讲了，美国也不是吃素的，他找来的是俄罗斯来介入帮忙。于是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跟委内瑞拉就签署了一个战略伙伴条约，紧急派出了他的这个运输机，连夜的送武器到委内瑞拉，包括了现在美国境内的一些防空系统都是遏制的，包括了导弹啊，或者是战机，甚至是超音速反舰，都对美军可以构成威胁。这样做，俄罗斯的加入就能够阻止川普吗？美国的防空火力能够震撼美军它的这个航舰群吗？干哥有怎么看？好，我们来看哈，那个美国的兵力哈，你光看这个表哈，这个兵力不是打那个南美国家用的，对，是打北韩用的，你知道吗？你要打北韩要这样才够，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杀鸡是要用了牛刀了。为什么？你光第26远征单位就是陆战队啦，对，就是陆战队，那是最精锐的，那个是要去，那是可能要去打那个平壤的，所以说你才会派这些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陆战队的精英。然后再看到空军的 F-15E 跟 B-1B 啊 ，B-1B 好久没出来亮相了，我们知道终于可以看到它的样子了，不错不错。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他出动航空母舰战斗群，我的天哪，你怎么会用到这种东西？这根本严重违反了国际法。OK， 你现在我们第一次我们就认为说，你不能够把毒贩当成什么？当成敌人在打。结果1个多月前你也集成了第1艘啊，你看家属就抱头痛哭啊，毒品在哪里呀？到现在更新的船被集成，家属还是一样。请问毒品在哪里？证据在哪里？美国军方能不能提供？还有川普，你们能不能说出到底证据在哪里？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所以现在有态势有一些变，有些反转。什么？俄罗斯说来，那个委内瑞拉，我们签订了这个战略伙伴同盟同盟之后，这个一流生这个76飞机啊，终于真的是载着很多军火过去了。其实我跟各位讲。委内瑞拉现在要抵抗美国最重要的就是2种武器，一种就是反舰飞弹，另外一种就是防空飞弹。偏偏这2种都是俄罗斯的强项反舰飞弹给你什么？反舰飞弹我就给你那个KH-31啊。这种反舰飞弹是普遍配备在俄罗斯的主要战机上面，也就是在面对如果跟北约开战的时候，苏凯34战机。或者是苏凯57战机，这些先进战机，他们都一定配备 KH-31。KH-31是一种什么飞弹呢？它就是这样子好了，终端速度是5倍音速，可是它并不是战略武器，它是战术武器。它5倍音速掠海飞行打过来的时候，你怎么被它从肚子里面穿过去你都不知道。是航空母舰就会吃1颗这种。当然像这种飞弹它不能一次集成航空母舰，但是它对于航空母舰以下。驱逐舰以下的飞机非常有效，它只要在水线附近穿过的话，这艘船就沉定了。所以他现在马杜罗他得到了这样的飞弹的话，我觉得对委内瑞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强心针。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看到我刚才讲嘛 ，B-1 都出来的 Freelancer，B-1 是很久没有见面的那个战略武器啊，战略轰炸机啊。那你要对付它的话，当然马杜罗要收到俄罗斯给他什么？ S-300，S-300是俄罗斯现在次一级最先进的，因为最先进的叫 S-400啊 ，S-500还没出来，所以现役最先进是 S-400。那他现在送给他 S-300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指挥官会怕，会怕，因为 S-300相当于爱国者2型，也就是说美国自己的爱国者2型，你自己怕不怕？怕，为什么？因为精准度非常好。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俄罗斯真的
用这个一流升76那个运输机送了这些东西去的话，那美国的前沿指挥官他们要好好思考一下，你的战略要重新部署了。委内瑞拉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打。哦，好，我们看到美国包括了这个整个南美洲国家有了俄罗斯的支持，那另外一个国家，刚我们要讨论的还包括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又会不会支持这些南美洲国家？尤其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等一下会请苑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其他国家恐怕也要准备了，这是来自于共和党议员说的，他说下一个目标啊，不会只是委内瑞拉而已，还会扩及到哥伦比亚跟古巴，更扬言这句话就夸张了。他说，整个西半球都是属于美国的，被视为是21世纪版本的门罗主义复辟哦。那么包括了多个南美洲国家都已经站出来说了，这个是侵略行为啊。现在就是要看中国角色了，因为中国长期跟南美洲国家有很多的合作，不管是在“一带一路”上面，或者是人民币的贸易圈等等。那中国的角色，苑老师又怎么看？中国绝对不会放手让南美被美国并吞，因为这个违背了中国的福音的联合国的公约。中国作为联合国的5常国家，大家不要忘了，英国跟法国可能不敢讲话，俄罗斯这边刚刚干哥已经做了清楚的介绍。那中国本身确实是会帮助委内瑞拉做这个事情。我要讲的从3个部分来讲，为什么是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从查韦兹开始，就是以反美著称，所以说呢，美国对于他家的后院，有人不听话就算了，还要反美，所以说查韦兹的话反美，查韦兹就用他们的石油来补助哥伦比亚，所以说整个南美洲基本上所有的南美洲国家都偏左，那美国是一个非常右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点的话呢，那个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产量。不是产量，藏量，储存的量那他们本身来讲，他爱钱嘛，他喜欢看的这一点那就这个情况就很简单。然后第3点呢，我要强调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叫什么斯科特的，他其实是很不要脸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拥有菲律宾的时候让菲律宾独立？因为美国不要跟穷人为伍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当美国人不难对不对？大了个肚子到美国生孩子就美国人，但是美国认为说你起码要用5万美金生孩子这不要穷人来。所以说美国要占领整个西半球只有一个办法，就学以色列在加沙把他们全部干掉就干到底下。美国人是不希望自己扩大，每个人都有在美国办签证的经验难得个要死美国人都害怕，就问你问你如果长得漂亮，问你要不要嫁人如果长得这个说问你有没有钱美国都很在乎人家要进来，他还要占领别的国家，所以斯科特就是讲的搞不懂那像古巴啦什么哥伦比亚说好来你就都变成美国人愿意我们在台湾就有51俱乐部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美国又不愿意做的事情，又不愿意被杀光，那什么东西？美国对于南美洲像这种美国的参议员跟这个众议员水准很低的。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了世界的公约，违背了联合国的精神。那中国怎么可以放手让你这样干呢？这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川普是剑指马杜洛吗？尤其是美军现在大军压进了加勒比这边，那大陆的武器红旗9B会不会成为委内瑞拉接下来的护身符呢？今天一起来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一次来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针对跟这个委内瑞拉难道下一步就是要对马杜洛来正式开战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中南美洲是不是要沦为战场了呢？另外来关心的是，确实现在可以看到美军可以说是大军压境，包括出动了他的战机、他的潜舰，还有万人大军，全部都用上了。那么中国大陆的雷达则是来做反制给委内瑞拉使用。美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还真的敢打下去吗？另外就是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马杜洛呢是盯上了大陆的红旗9B，希望能够用石油可以来换防空系统吗？如果真的拿到了大陆的红旗9B，那么美国的 F-35的优势会不会就被彻底的瓦解了？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持续关心，就是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是不是会成为下一场战火？这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川普已经最新下令了，全面暂停跟委内瑞拉所有的外交接触，也终止跟他的总统马杜洛有任何的谈话了。那么他也说了，
接下来他透露要开始来关注，就是在路上毒品的走私活动，这是来自川普的说法。他说海上毒枭已经被歼灭了，现在要朝陆地来做搜刮。外媒就认为说，川普这一系列的动作，种种的迹象可以解读就是美国接下来会跟委内瑞拉直接开战，而美委开战的可能性正在大幅的上升当中，真的是这样吗？川普现在断绝跟马杜罗所有外交管道，代表已经决定要跟委内瑞拉正式开战了吗？大使怎么解读？现在是已经到了快要开战阶段。可是川普哈，如果开战的话，是不是师出有名？那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川普又那么想得和平奖。他说他解决了人类3000年来的问题，结果呢，他跟委内瑞拉居然派兵去打人家，他还要不要和平奖啊？对不对？那就是说太言行不一了吧？川普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事实上讲话很狠，然后军队也布上去了，可是他又做了一件事，让人家就很怀疑，他悬赏5000万美金。要把这个马杜罗抓到，那其实这种做法的话，就是逼马杜罗被他内部的人干掉。有人想这个把马杜罗脑袋送上去，然后赚5000万美金，这不是好事吗？所以这个已经宣布了蛮久了。另外一方面，美国虽然在海上集成了好几艘所谓的委内瑞拉毒枭的快艇，可是都不是在委内瑞拉的领海，那是在公海上面他击毁的。那这个他只公布影片，那当然委内瑞拉强烈抗议啦。可另外一方面，前几天10月3号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说，他说他们发觉5架不明的外机侵入到的委内瑞拉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事实上有这种军事威胁的动作蛮多的。可是会不会真的开火呢？现在不知道。那现在他就是把他过去跟委内瑞拉政府接触的外交这个所谓的特使，他已经下令说，你不要跟那个委内瑞拉政府去怎么讲去接触了，我们现在断绝外交接触。那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一种施压。对，因为委内瑞拉虽然看起来这个国家挺乱的，可是马杜罗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已经宣布了，他有一个计划，叫什么呢？叫独立200计划。这个独立200计划呢，他已经宣布要启动284个所谓的战略部署点，284个，动员了250万民兵跟正式的军队，然后老百姓在街头已经举行了好几次反美的游行，这个展现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其实我觉得美国当然是希望由压力来造成他马杜罗在国内这个失控，由美国主义的马杜罗的这个政敌来接掌这个委内瑞拉政权，这样他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如果说不能够达到目的，他是不是真正要跟委内瑞拉的做一场军事的硬拼？那就对美国来讲，应该是有一点杀鸡用牛刀，而且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你的目的。那有一点让人家觉得，这个美国大欺小，那最后万一也没把马杜罗搞掉的话，那川普的面子放哪里啊？对，好，不过现在可以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可以说是战火一触即发，非常的惊险之际。当然了，现在呢，大家都把自己最厉害的武器全部搬出来。先来看美国搬出了什么武器？美国呢搬出了它的多架战机，还有核动力攻击潜舰等一系列都战力全部部署到了加勒比海。这当中还包括这边提一下，MQ9死神无人机8艘海军舰艇，1艘核动力攻击潜舰，还有它的 F-35B、F-22战机等等哦。那么另一方面，还再加上了4000名的士兵，可以说这规模非常的罕见。那我们来看看委内瑞拉，它则是搬出了什么呢？除了它在政治上面、在外交上面，现在寻求俄罗斯跟教宗的求助帮忙之外，同时它也把中国大陆的一系列武器给搬出来了。好，包括在空军方面，我们看到苏30、F-16等战斗机，还有各型的雷达，跟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电侦船、瞭望号等中国武器。他也把它全部列出来了。当然了，现在俄罗斯的外长也出面在媒体上面力挺说呢，他会怒轰加勒比海的升级哦。
都是错误的事情。他说接下来会来好好的声援委内瑞拉，但是委内瑞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武器系统还是比较多、比较杂的，不管是有来自于美国、俄罗斯或者是大陆、中国大陆的武器，可是，在近年可以说它是比较多专注在大陆的武器上面，尤其是它的雷达。今天要来关注是说，能不能靠中国的雷达来找到美国的隐形战机，让它现形？如果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国还敢继续开战吗？上次哥怎么解读？委内瑞拉之所以有那么多武器，至少跟其他国家比，没武器好很多哦。不得不说，他当年的那个很疯狂，但我还蛮喜欢的那位有这个所谓的印第安人血统的这个查韦兹，他当时花了很多钱买了各类的武器。当然那时候中国的武器还没有特别起来。当然现在眼前我们要特别关注的部分，其实还是有2个命题。第一个部分是委内瑞拉现在拥有的这个所谓的各国武器里头，包括现在全世界非常瞩目的中国武器。究竟实质有多少？我们现在刚刚盘点的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中国没有证实哦，委内瑞拉军方也没有证实，而是大家在所有外界在评估、了解、看到一些相关的照片当中提取出来说，可能包括这些东西。所以，到底委内瑞拉手上现在有多少俄罗斯，包括中国的武器，包括待会可能也会谈到，蛋哥会谈到的，包括红旗9B这样子的防空系统，其实很微妙的哦。因为这里头，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委内瑞拉到底有多少武器？有中国的武器有多厉害吗？第二个命题是，美国现在已经大军到那里蛮久的耶，待在那里也不是在做军事演习，每待1天要花很多钱呢，包括4000名以上海军陆战队，还有那么多3艘那么大就驱逐舰跟配套的，还有核潜艇，这个东西你说不打吗？到那里玩吗？所以，可是为什么不出手？所以第二个命题就是他不出手的原因，有没有可能跟现在到底委内瑞拉的这些武器的防空甚至攻击力有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当中，美国所有自己都是代理人战争啊，中东吧、乌克兰都是。这一波在加勒比海出动的全都是美国自己的武器如果这里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个飞过来，刚刚就是大使提到了，他已经到了防空识别区，有被锁定被谁锁定？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还是红旗9B？ 所以这里头就没有再进一步。而且大家特别注意加勒比海的情势现在并不是只有美国跟委内瑞拉而已。要知道，其实很多现在中南美洲国家唇亡齿寒，虽然没有进一步去支持委内瑞拉，可是比如说包括巴拿马，包括南边的几个国家，大家都还是有军舰在旁边观察。包括中国大陆最新也被验证了，虽然不是说那些侦搜舰，但是一艘医疗舰已经确定就是在委内瑞拉的这个附近海滨。为什么医疗舰在那里？还有其他的舰艇，这个部分其实都还没有外界实质的披露所以我觉得要特别要了解到这个命题本身，美国如果现在真的要打委内瑞拉，他可能要承担刚刚讲现在全世界非常关注的美方跟是不是中方还有俄罗斯军力的风险。9月底的时候，还有包括2艘俄罗斯的军机飞到美国的这个航空识别区所以当时美国也来驱逐，从土巴飞的吗？还是从其他地方飞？所以中国跟俄罗斯的力量这一次在加勒比海其实没有缺席。好，所以我们就要看，那如果中国大陆它的军武力量加进来，现在传出呢，这个委内瑞拉它确实有意想要买中国大陆的红旗9B，原因就是他看到在印巴冲突当中它非常的厉害，所以他现在非常的感兴趣。到时候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把它买下来的呢？红旗9B让美军的 F-35无所遁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上红旗9B的一些重点的小档案。现在射程达到了300公里，同时它能够拦截战机、巡弋飞弹、弹道飞弹，并且配合各式的雷达，就能够让美国 F-35B 的隐形优势瞬间归零。干哥怎么看？好，那个其实中国在对付老美的那个高空的侦察机是最有经验的，打下5架 U-2 侦察机，所以当时用的什么红旗2型，现在已经发展到红旗9型了。那红旗2型就是萨姆2型也就是最早苏联援助的这种飞弹，证明非常有效。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如果说马杜罗对这个红旗9他有兴趣的话，但是你必须要去想一想，你付得起付不起。红旗9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系统，它是仿制俄罗斯的 S-300系统而来的。那 S-300被认为是在目前全球仅次于爱国者3型飞弹系统最有效的防御武器。为什么？因为它能在很复杂的环境之中，它可以先
锁定100个以上的目标，选择最有威胁的8个目标，然后马上发动攻击。它以连为单位的这个防空飞弹系统单位的话，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反应过来。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再次强调，连全球战果最好、打得最多、用的最多，然后呢，一天到晚都在使用爱国者飞弹的以色列，他都必须要承认，爱国者3型它的总拦截率是57%，啊，这么低啊！我可以告诉各位，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很好了。也就是说，拦截率平均在60%以上，这个左右，这个飞弹算是好的了。所以它的失败率还是有这么大的获燃率。所以大家要晓得，马杜罗他今天如果说他要买红旗9的话，对于委内瑞拉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南美没有人有这样子尖端的武器。红旗9的性能是不必再怀疑的啊，因为它是源自俄罗斯过来，然后它现在更是精进的那个技术，已经接近俄罗斯最好的 S400的那个性能了。当然，俄罗斯还有更好的 S500啦，那还没有出来。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就看这个马杜罗他是不是马上要做，要做要快。为什么？可能马上就打到你的头上来了。那 F-35打过来的话，你恐怕是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反制它。所以我在猜这个军售是不是已经在暗地之中进行。不过美国要打的话，大使刚才讲对了，这真的是我跟你讲哈，对，你违反国际法，对，你怎么可以打你的邻居是这样的打法呢？所以重兵啊，兵临城下，坦白讲一句，国际之间是根本看不下去的，大家都会觉得以大欺小。其实川普你在正当性上面完全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在中国大陆的雷达是不是让 F-35真的完全现形了？委内瑞拉现在是靠着中国大陆的武器来撑腰吗？拉美的反美战线是否正式的成型了？今天首先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来做解答。第一个，美军呢在 F-35在委内瑞拉现形，是因为中国雷达撕破了它的隐形神话吗？美国的后院战火是否要引爆了？第二件事情，委内瑞拉的军火库现在塞满了来自于大陆，不管是它的火箭炮、导弹，或者是电子侦察船，全部上线了。美军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攻击委内瑞拉。那么美国还敢继续的硬闯下去吗？最后一件事情，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的是，现在拉美10国都已经对美国非常的不爽哦，一起怒吼。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会不会拉美战线推大陆成为新的盟主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赶快来看到，其实针对了委内瑞拉的攻击，美国从9月份开始有非常多起一共到现在已经有4起了，而最新一起其实就是发生在近日，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水域。再度的发动了空袭攻击的就是它的船只，一共是造成4个人再次的丧命。这一回美军出动的战力之大，在加勒比海出现了哪一些战力？8艘的军舰开过来，还有1艘核动力快攻潜艇，超过4500名的军人，还有多架最新型的 F-35的隐形战斗机，全部都开过来的。美国媒体是这样形容的，他说有5大的迹象都已经显示，目前为止，美国跟委内瑞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急剧的升温当中。那么我们看到美军大规模的集结，是真的要准备开战了吗？还是斩首行动式的精准打击背后，难道是在为下一场政权更迭已经开始做铺路准备了吗？委员怎么解读美军的动作？这个动作有几层的意义。第一个，美国不管是搞颜色革命，或者是直接要暗杀马杜罗，事实上过去已经好几次颜色革命失败，然后暗杀马杜罗，报纸上所载的有2次也都失败。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是觉得委内瑞拉这个钉子拔不掉，是一个所谓的政治上的耻辱。现在川普呢，相信这个枪炮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他这么大规模的来，一样的。第一个城市，他要这个去除掉马杜罗；第二个要推翻委内瑞拉的左派政权。因为他的前任总统查韦兹就曾经找了10个国家，都是属于比较左派倾向，起来反对美国搞的那一套贸易区的制度，
所以又称作玻利瓦联盟，是这样来的。那委内瑞拉是这个玻利瓦联盟的核心，简单讲就是反美的核心。所以美国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它的霸权受到了这小国家的挑战，它最后使出流氓手段，直接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要推翻整个左派政权，必须要大笔的军力来入侵才有办法。那目前还仅止于在尝试着封锁委内瑞拉海岸线的一个程度，然后扣在委内瑞拉头上说你是一个毒品输出国家啊，所以这些问题一层卡一层。现在美国啦，跟委内瑞拉爆发战争啊，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小国家，要挡得住美国派出来的军力，还是蛮困难的。是好，现在看起来两国可能随时会爆发这场战争哦。那除了是川普在政治上面要做针对委内瑞拉做打压之外，我们要来看到是不是也跟中国大陆在背后帮忙撑腰有关系？所以美国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委内瑞拉之所以它没有在被孤立，就是因为在它的背后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在背后支援。直接哦，这是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公开来讲，他说委国现在内部的雷达系统已经有5架了，是可以已经有很多个了，已经可以锁定的是5架的美军的 F-35来做全程的监控。那么他过去就曾经用过多款来自于大陆的雷达，侦测到了不管是美国的 F-22猛禽等等，那现在甚至是连 F-35都在他们的掌控当中。中国的军武现在正式成为拉美这个反美战线的一个重点核心。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在这个委内瑞拉的武器装备有提供哪一些，不管是雷达系统，不管是这个对空防御啊、空军的装备，甚至是陆战装备都有提供。那么火箭炮、导弹跟侦察系统也都有提供给委内瑞拉。其中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这一款武器系统哦，这是侦察的，这个叫做瞭望号的。电侦船，它可以徘徊在加勒比海这边，针对美军做一个更严密的监控。这些中国制的武器能够对美军产生威胁吗？刚刚讲的这个瞭望号，它现在驻守在加勒比海这边，能够针对美军的实战化做一个比较严格的观测吗？舰长怎么看？其实啊，中国大陆它部署了这些电子侦察船，在各个的一个很重要的军演，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委内瑞拉的外海啊，那无论是之前的环太平洋军演，或者是2年1次的马拉巴尔军演，或者是今年才刚刚结束的护身军刀军演，其实我们都看到了815电子侦察船的一个踪影啊。那其实大陆的网民叫它叫做“街溜子”，也就是转来转去的。那其实它到底在做什么？它有非常大的一个雷达哦。那它其实是一个被动接收。那它除了可以被动接收的话，它只是接收而已。接收它可不可以发射？它当然可以发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委内瑞拉现在有的这一个JY-27的，就是这一款雷达。这是不是我们刚刚好像看过啊？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舰用型的，这是陆用型的，它一样，它是 VHF 频段的。那也就是这个频段，甚至或者是更频率更低的，然后它的波长更高的这个 HF 频段，才能够接收这个逆中战机啊。那当然，大家会认为啊，那之前我们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部署在叙利亚的这一型雷达就被攻击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它这个我们看起来都是这种钢制的装备而已。其实它这一个替代性很高，最重要的是它把讯号输出了，就可以掌握目标。那其实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啊，也就是我怎么样获得这一些逆中战机。其实不止逆中战机，还有逆中的舰艇。那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丑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其实伯克级驱逐舰本身它也有逆中的设计。那其实我之前发表一篇论文啊，讲到说美军他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他真正想做的就是侦察威慑。这个侦察威慑呢，也就是他透过实际的监视与侦察，收集越多的情报资料与资讯，越可能让这一些对手国家其实
他怕资讯通通外泄啊，所以呢，他反而会越内敛。这个是以往美国对抵近侦察到中国大陆沿海做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在哪看到？我们现在竟然在南美看到了中国大陆，它使用这个瞭望号。瞭望号其实它原来的目的不是来作为这815电子侦察船的，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跟太空交联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在太空中的建设也非常多，那其实它要掌握卫星，它要掌握中间的一个中继的讯号，其实靠的是以前的远望号。远望号它不是只有一艘船，它有1号、2号、3号、4号、5号，那它的数量非常多。那新一代的就是这个瞭望号，那只是它在那个位置正好接收啊，所以美国现在觉得芒刺在背，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好，这背后有中国大陆的武器在做相挺哦。那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我们也来做一下解读，因为现在拉美10国对于美国各种行为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了，所以呢，现在集体发声，10个国家，这个是玻利瓦联盟一起发声，谴责美国的挑衅的行为。哥伦比亚也已经倒戈签署了一带一路等等哦。那会不会让大陆变成摇身一变，在拉美这边成为新的霸主呢？杨老师怎么看？这是因为10月4号的时候，就是美国的 F-35第5次从9月以来10架美国的F-35，然后的8艘军舰啊，甚至还有核潜舰，然后呢加上大概有5000名的美军都在这个附近，从就是波罗的克啊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掌控，第5次针对在就是委内瑞拉的外海的小船舰进行直接的轰炸，哦，那这一次10月4号呢，是一艘在外海航行，但是一艘非常小，他们指控它是贩毒，川普马上在推文上面说，这个上面的毒可以害死5万名美国年轻人，真的吗？如果这样子这么小艘一个船只而已哦，而且看起来是没有武装的，你就用你海上这个。就是美国的，就是海上的这个防卫舰能够去把它拦下来啊，甚至不用军舰呢。对。为什么你要？然后呢，证据确凿，大家都没话讲了。对。因为现在他对马杜罗的悬赏已经来到5000万美金，但这个事情连续第5次哈，所以这个不是所谓的弃毒了，基本上是用军事力来整个威慑，不只是委内瑞拉，整个拉丁美洲，所以拉丁美洲这10个国家就激起来。这次一定要讲话，跟上次巴拿马那个事情不一样。那媒体就有一点，其实很早时候就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不叫门罗主义了，这叫做唐罗主义，叫做以前是 Monroe， 它叫做 Monroe， 因为它是 Donna。那 Monroe Doctrine， 唐罗主义是什么意思呢？还记不记得？其实他还没有就任之前，他就说加拿大是51州，葛林兰是美国的，巴拿马要让给我们美国。墨西哥湾要改为美国湾，他有2个至少都做到了。然后呢，现在针对委内瑞拉，那基本上其实要让这些国家臣服，然后你继续做我经济的后院，当然也要把中国的力量赶出去。但很有趣的是，中国在刚好9月底，就是上个礼拜，成为叫安第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安第斯就是包含这一次抗议的10国里面的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跟这个哥伦比亚，这4个国，他们之前就有一个这个共同体，现在中国大陆正式的参与，那再加上“一带一路”跟这些经济的建设，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美国已经自身的后院起火，但是他用的方式，你真的要达成唐罗主义，太过粗暴，太过军事，太高在上，没有人会受得了的。而这个时候，他引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军事武力。只不过是为了求自保，不要把这边当作什么中美对抗的这个场域，其实是这些你过去被你压迫的、你的后院的这一些国家是受不了。